Hello， 大家好，我们这个小院已经改造了第3天了，带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效果。我们这个小院，现在才正式的进入正轨了。以前都是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那个时候是感觉什么都能自己做，然后不想去请人来做。现在呢，我们结果那天自己试了一下，倒的这个梁，真的是又丑了。又不规整，然后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师傅给我们装了这个模板，你看是不是特别的完美？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给它试了一下水，然后昨天把这个模板给拆掉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每天把它施水做保养，因为这个水泥的话必须得用水去保养它，不然的话到时候就很脆，就那个坚固性不高。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很牢固了。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这个做的是围墙，为什么只做这么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高度，到时候是要做地平硬化的，像这个位置是要去弄一点肥土来到这里面用来种花，然后这里再砌一个花台，然后到时候这个院子打地平的话，就跟这个一样平了。我们可能会设计这个位置，可能会设计这个花台以后，这里留空，然后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观赏外面的风景，就不是整条花台一起给做过去。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美观，也能站在这里欣赏外面的风景。看，我们这个。圈梁我们没有给它做得很平整，就是为了到时候砌砖的时候，它跟这个联系度更加牢固。到时候砌砖我们会沿着这个边缘砌，沿着边缘砌后，这里面就是用来种花的。这个排水系统我们也是做得很好的，只要有水侵入里面，它就会自动排出去。所以说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是有想的。我们这里也会设计一个。花台，你看这棵树到时候就直接包在里面了。我在想这棵棕树要不要给它移开？我感觉现在已经到中间来了，以前都在边上。我们这里这个围墙一砌，就感觉这个院子已经很宽了。这里是留空的，师傅说建议把这里用钢筋盖一个板过去，就把它做一个性夹板。但是我想的是这里就给它留空。是不是更有创意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种一棵果树在这里，多放一点泥巴在下面，像这样的话，果树它就可以更好的吸收这地里面的养分。一开始我们是担心这里就悬挑的这个地梁会断掉，然后我们就放了一些钢筋，还有那个钢管在里面。很多人都说放那个钢管没有用。是浪费的，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钢管其实它封闭在水泥里面，它是不会被腐蚀生锈的，所以这个问题完全不用担心。现在才第3天，我们站在上面都是能够承重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个会不会塌掉，会不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围墙的话就做这么高一点，也就是80-90公分高吧。像这样的话也不挡我们的视线看外的风景，又能防住小孩在这里打闹摔下去，是不是？这棵棕树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吧。其实要把它移走的话，我还是很舍不得的，因为这棵棕树你一旦给它挪动，它肯定是存活率不高的。这里带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你看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圆角，还是很不错的。从这个位置看上去，我们的院子现在感觉特别的漂亮，很美观。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地梁和下面的这种石头有点格格不入？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们
这个光秃秃的确实不太好看。到时候我们去买一些那种石材来，就是披在外面，披在外面就像这种石头一样，外面整面墙都就现在披出来，应该很漂亮吧？要么我们也可以做那种小白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围墙砌好以后，给它挂上大白，挂上大白后，整体从那边看过来就是很白很白的这种，就像那些民宿一样。现在很多民宿都会利用这种白墙。白色的这种围墙嘛，也是不错的一种创意。做小白楼。对，我也是特别想把我们这个房子改成一个小白楼的。你去干嘛了？哎，就弄做菜，现在没弄到忙开，不忙最吵在地走。每天试很多次水，像这样的话，它会更加的坚固。让它吃水吃透，试完水的水泥，就像石头一样经过。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小院的整体情况。现在的进度虽然慢一点，但是我们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有新的进展。这边还没有开始打造，这边因为那天的模板不够，所以就没有一起给它打了地基。现在这个水缸的话，我们是打算给它搬开，因为做地基的话是非常有影响的。然后这边的话是我和李俊，我们2个人还有叉叉获得这个砂浆水泥来打的这个地基。这个地基就没有那天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打造的看起来完美。你看这边就是请的人来打造的这个地基，它的这个高度要高一些，我们打造的这个地基要矮一点，因为李俊他也不知道具体的高度是需要多高才合适。然后这里有一个李俊种的稻谷水缸，这个稻谷水缸是我们到时候要给它放到这个地基上面的，这个很重，我们这里面没有放钢筋水泥，应该是承重没有问题。然后到时候这个地基和我们的这个地平一样平整，那个水缸就会和这外面我们不是要砌砖嘛，然后那个砖就不用再砌了，就直接用这个拿来当围墙，然后这其他空余的部分就把它砌砖砌起来，现在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完美。李俊在下面也放了很多的排水管，这个排水管它是水直接渗透到泥巴里面去，然后那个多余的水的话，它就会直接往外面排。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这个水管。其实那天李俊在施水的时候也有水顺利的流出，所以排水问题不用担心。然后这里有一棵中华木绣球树，这个已经在开花了，这个到时候就是给它完全包裹在花园里面的，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做那种凹凸不平的花园，给它砌起来，然后除了花园的部分，其他的我们就给它打成地平，我们的小院也会越来越完美。然后现在李俊在施水，把这个地基给它施一下，因为如果不施水的话，它干了很容易开裂。这个越水的保养，对，提升它的刚性。然后这里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挑出去多余的部分，因为师傅说我们这个地基要给它打平整，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话会好看一点，然后这里才会空出来这个一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越边界的问题这个边界你看我的脚踩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直线对出去的话，我们是没有超边界的。然后这里是我们长期走的一条小路，然后小路上来呢就是我们的老房子，然后这里这一块，这里这一边的边界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放到这里，然后已经是在我们的边界以内的位置，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到时候会有边界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人来争的话，那就是真的不合理了。
然后这里的话，那个鸡舍的位置就是我们的，然后其他的位置就是别人的。我们只要不占到别人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占的，因为一点点的东西拿给我们也没有用。现在整体的这个地基就打得非常成功，我觉得我们这个围墙应该很快就可以完工，因为现在这个地基完成了之后，剩余的上面就是切砖，把砖给切好了之后，再做一个花园，我们这个围墙就完全完工，然后就可以陆续的改造我们的小院。小院的环境整体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陆续的改造我们的房子。我们李俊他想的是外面的这个围墙，他想在上面放一些鹅卵石贴在上面，然后和这个下面的这个宝坎融为一体。那我觉得可以给它弄成那种白色的，就像我们以后如果这个房子不是木质结构的话，就可以给它修成小白楼。然后这个围墙也是特别符合我们房子的这个气质，会融为一体。所以我觉得弄白色的话，它是百看不厌的百搭色。现在我们把这个地基给做好了之后，这个橘子树它就是在我们的围墙外面，大家看一下，它就是长在这个路面上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宝坎的外面。我怕到时候如果是有人觉得不是我们的话，会把它锯掉这个橘子树，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如果把它包裹在围墙外面的话，就怕别人这样子说，但是我们也没办法给它做到围墙里面去，因为它确实长在外面的。我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这个橘子树就已经存在了，可能是那个吃橘子的时候，那个种子掉在地上，然后就自己发芽长出来的橘子树。还有这里这棵李子树，这棵李子树倒是不用担心，因为李子树的话，它就是在围墙的中间，它没有超出围墙的部分。大家看一下，我们做地基都是特意把这个李子树的头给它留出来的位置，到时候我们打这边的地基的时候，也会把这里留空留出来。现在我们的临时围墙里面的那些砖以前堆在这里的，然后我们也已经给它移到里面去了。现在来做的话，就只需要做一个模板，然后在里面灌上砂浆水泥，就可以做好地基了，然后和那边一起切砖。我们的进度还是非常快的，只要请到了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就是能成功的。